夫人，不对，江氏，侯爷有令，怕您走的时候夹带了侯府的贵重财物，得搜过身才能走。这是你的意思？清者自清，搜完你便可安心离开。本侯不会少你半分体面。我嫁入侯府5年，带来的12船嫁妆全封在府库，半分未动。今日离府，身上只有这一身旧衣和这鬼垛院中的梨花，要搜便搜。行了行了，赶紧走，别在侯府门口碍眼。顾燕青，今日合理，你我2人生死不相见。嘴硬，我倒要看看，没了侯府碧后，你能撑几日？燕青哥哥，咱们回去吧，风淡。燕青哥哥，江姐姐无父无母的，又被江家赶出来，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啊？要不我差人送些银子过去吧。他既然敢放话生死不相见，就该有骨气自己撑着，不用你管。等他饿上3天，自然会爬回来求我。侯爷，江家刚得了报，正是把江氏从族谱除名，城南江家老宅也上了封条，属下搜遍了城东的客栈和江氏的外祖家，都没找到人。扩大范围找，哪怕把京城翻过来，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身无分文的弃妇，能躲到哪儿去？小姐，你可算来了！江南12家锦绣阁的掌柜都在等你号令，随时能迁来京城。只是当年夫人留下的紫檀木盒被江家大公子扣了3年。前几日我拿嫁妆期去要，才发现里面少了半本江南制造的密账。我爹没拦着，那是江家的财产。要不是咱们握有当年夫人的私产凭证，怕是连空盒子都要不回来。不要紧，缺的那半本我刻在脑子里了。小姐，是侯府的暗卫找到这条巷子来了。你去开密道机关，我暂去货堆后躲着，他们进来只会当这是堆放杂物的库房，不会深究。里面的人出来，例行搜查。这是我默写的另一半密账，你收好。等下打发走他们，立刻去城南找锦绣阁刘掌柜，让他3日后带江南的货单来见我。侯爷，属下搜遍了文香楼后院，只抓到一个看库房的老掌柜，密室里全是绸缎账册，没见着江氏的踪影，只在岸上找到这个。茶温还热着，他刚走没多久，是不是？是。燕青哥哥，江姐姐还带着染料，会不会是躲去哪家绣坊做工了？要不我差人去各家绣坊问问。传我命令，封锁京城所有城门，每家绣坊绸缎床挨个搜。他不是想靠手艺吃饭吗？我倒要看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小姐，漕运的货提前1天到了通州码头，我怕夜长梦多，先带了30匹烟雨青的样布摸进来。还有个消息，侯府的人正在查朱雀大街那间铺面的房主，说要收回去给沈氏开绸缎庄。这怎么行？咱们3日后就要开业，货都在路上了。慌什么？这铺面当年我娘是托德妃娘娘的名义买的，侯府的人敢动皇家的产业，你现在就带着地契去顺天府备案，就说天一阁3日后开业，若有人敢闹事，直接递帖子给德妃娘娘宫里的李官官。是，我这就去办。侯爷，查了，那朱雀大街的铺面房主挂的是宫里的名义，顺天府不给办收回事宜，咱们的人刚到门口就被顺天府的差役拦回来。宫里？什么时候宫里的人也做起绸缎生意了？燕青哥哥，会不会是姐姐啊？她毕竟是江南江家出来的。哼，他要是有这本事，当初就不会在侯府忍5年。王管事，你带20个家奴去铺面门口守着，但凡有人敢进去装修，直接打出来。我倒要看看谁敢跟侯府抢东西。是，小的这就去。小姐，不好了！侯府的人带了20多个家奴守在铺面门口，还说谁敢进去就打断谁的腿，连顺天府的差役都被他们骂走了。无妨，正好，咱们开业的第1波热度就靠侯府送。你找些半大的孩童，把这些告示散到东西2市和各个茶楼酒肆，就说天一阁3日后开业，头3天到场的人，不论贵贱，都免费领一方绣着梨花的烟雨青手帕，还有场好戏给大伙免费看。小姐是说把侯府堵门的事故故意放出去？镇北侯府亲自给咱们当守门人，这等稀罕事儿，京里的人哪有不想来凑热闹的？到时候人越多，侯府越不敢动手，咱们的名声也能一次打出去。我这就去办，保管半个时辰内，全京城都知道朱雀大街有热闹看。王管事，我们哥几个是沈姑娘派来帮忙的，您放心，但凡有人敢靠近这铺面半步，我们哥几个直接打断腿，绝不给您添麻烦。还是沈姑娘懂事儿，知道侯爷烦这些破事儿。你们守着，我去旁边茶楼喝口茶，有事喊我。
什么狗屁天一阁，敢抢侯府的东西，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小姐，看来沈氏是铁了心要跟咱们作对，连地痞都顾上了。无妨，他愿意送热毒，我没有不收的道理。刚才我明明看见雅间窗后有人影，给我搜！小姐，这怎么办？王管事要是闯进来，咱们就露馅了。姚玲，找茶楼的赵老板过来，他是天一阁铺面的房东。东家，您找我？赵老板还记得当年江南江家的恩情，租约里留的条款，现在该用上。东家放心，我这就去办，绝不让侯府动铺面一块砖。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敢挡爷的路？我是这铺面的房东赵德，你们侯府司官府封条，雇地痞堵我家门，还想强占我的祖产。我告诉你，这铺面的地契在我手里，你们沈姑娘买的那是假契。小姐，你早就报官了，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慌什么？天一阁砸完了？灰姑娘，灰侯爷，砸不成啊！德妃娘娘派了太监送贺礼，还赏了鎏金百宝线妆岚和白匹云锦。现在全京城都知道天一阁有宫里撑腰了。你说什么？德妃给一个刚开业的绸缎庄送贺礼？不可能，谁有这么大面子能请动德妃？会不会是江叔那个贱人？他和德妃好像沾点远亲。不可能，江叔离开侯府的时候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撑得起这么大的铺子？黑影，属下在，去查天一阁的东家是谁，掘地3尺也要给我查清楚。东家，你说要给顾燕青送礼，到底送什么？也没什么，就把他当初给我的和离书装裱起来，再加一匹刚染好的烟雨青绸缎，上面绣满素白梨花。妙啊！这礼送过去，顾燕青的脸都得绿成翡翠。不止，我还要让他知道，他欠我的，该一点一点还回来了。东家，刚才有个穿玄色衣服的瘦子，在咱们铺子后门晃了半天，形迹可疑的很。我去把那孙子逮回来审。不必，他想看就让他看。你把装裱好的和离书和那匹绣梨花的烟雨青拿到前门柜上摆半个时辰。懂了，故意露给他看，让他回去给顾燕青报信儿，先给咱们侯爷打个预防针。顺便告诉沈云瑶，他费尽心思想抢的，从来都轮不到他碰。我们姑娘说了，侯府里但凡沾过钱夫人东西的都不配留，赶紧卷铺盖滚！我是侯爷亲自拨去外院当差的，你凭什么赶我？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江叔跟前的旧人啊！怎么还等着他回来给你撑腰呢？他早不知道死在哪个破庙里了。回侯爷，属下查到天一阁的东家是个年轻女子，身边的掌柜李梦是江南锦绣阁的老人。属下亲眼看见她袖带露出半枚羊脂玉佩，和钱夫人旧物的纹样完全一致。你确定那半枚玉佩的纹样是江家独有的流云纹？属下追随侯爷10年，绝不会看错。那纹样是前朝御赐给江家先祖的，天下独一份。燕青哥哥，我刚在门外好像听见你说江叔姐姐，是不是姐姐回来了？她怎么可能是天一阁的东家啊？当年在府里，她连管仲会的账都算不清的。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去，找个靠谱的婆子，去天一阁闹，就说他们的料子有毒，我要让他刚开的铺子直接臭遍京城。天杀的天一阁呀！你们的料子有毒！我家姑娘穿了你们做的衣裳，现在满身红疹子，躺在床上要死了。你说你家姑娘穿了我们的料子出问题，料子在哪？哪天买的？可有我们开的票据？来的正好，省得我挨个找上门。暗卫都撤了，只留了2个人在巷口盯梢。我刚才听他们传侯爷的令，
已经封了9门，所有绣坊绸缎庄都要挨户搜，只要看见指尖戴靛蓝的年轻妇人，直接拿回来。他当我离了侯府，就只能去小绣坊讨饭吃。可是咱们经理的铺子还没打点好，江南的货3日后才到。现在城门封了，刘掌柜能不能顺利进来还不好说。我早安排好了，刘掌柜走漕运，货装在通州知府进贡的绸缎船里。侯府的人没胆子搜官船，咱们明日就去贴告示招工，正好借着搜查的由头，把市面上手艺好的绣娘都招进来。都给我放机灵点儿！但凡看着像姜似的，指尖带蓝的，直接索回侯府，侯爷有重赏。3日后，咱们的天一阁也该在朱雀大街挂招牌了。不好，有脚步声往密道出口的方向去了，听着装爽，是侯府的暗卫。侯爷恕罪，属下办事不力。那铺面的地契是真的，沈姑娘买的那份是假的，顺天府的人把属下打了20板子才放回。怎么会这样？我明明花了3000两买的地契，是那衙人骗了我。燕青哥哥，我不是故意的。顺天府的人怎么会刚好在场？谁报的官？回侯爷，属下查过，报官的人留的是宫中德妃娘身边太监的印记，还有朱雀大街那间铺面挂的匾额是天一阁。查，把这家铺子的东家查得底朝天，还有江叔的下落，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小姐，刚收到消息，顾衍清派了黑影查咱们的底细，还在搜你的下落。我特意留了德妃娘娘的印监报官，等的就是他来查。开业当日，德妃娘娘派来的贺礼会比他的人先到。那咱们之前准备的开业礼要不要改？不用，他要查，就让他查个够。我去把那丫鬟抓进来对质，看他还怎么嘴硬。不急，先把眼前的事了了。诸位请看，这血却有桃花蜜的甜味，分明是有人故意造假栽赃。小姐，坏事了！那婆子被抓住全招了。江叔他刚才盯着我看了好久，肯定认出我了。一群没用的东西，这点小事都办砸了。你娘的医药费我已经结清了，把这瓶桃花粉混进天一阁的染缸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0两银子，够你全家吃喝10年。夫人，侯爷请您去前厅，天一阁的人送了礼过来，点评要您亲自接。小姐，我带几个伙计拦在楼梯口，您从后院密道先走。走什么？我光明正大做生意，又没有作奸犯科，凭什么要躲的？江叔，你藏了5年，倒是好本事。侯爷过奖，我不过是谨遵侯爷教诲，离开侯府后靠自己的手艺讨饭吃罢了，总比有些人背地里耍阴招、栽赃陷害来的干净。侯爷，天一阁现在是皇家织造，您没有旨意就私闯进来，就不怕陛下和德妃娘娘降罪？当初我下令封锁全城，挨家绣坊搜你，你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开这么大间铺子，故意耍我是不是？侯爷当初说我离了侯府活不下去，现在我不仅活下来，还成了皇家织造，怎么？侯爷要给我道声喜？德妃娘娘派了长侍姑姑送赏赐过来，已经到门口了。燕青哥哥，宫里的人是来查染缸的。你刚才说什么？染缸怎么了？我乱说的，燕青哥哥你别听我胡言。哦，看来沈夫人不仅费心雇人到我天一阁门口泼脏水，还暗中盯着我的染缸呢。我说今早染坊的伙计报说有穿粉裙的妇人在后院晃悠，合着是沈夫人去给我们送好东西了。怎么着？有人要动天一阁给德妃娘娘赶制贡缎的染缸，这要是耽误了娘娘的生辰吉福，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燕青哥哥，我没有，是江叔他栽赃我，你要信我。钟叔，去把昨夜守染坊的2个伙计叫上来，再把今早的染缸取样拿过来，刚好和沈夫人手里那瓶东西对对成分。云瑶，把瓶子拿出来。
姑姑您验验，这粉子和今早染缸边蹭的碎末颜色分毫不差。是混了草灰的桃花粉，倒进染缸里，整缸供断都得脱漂白费，10个脑袋都不够他砍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燕青哥哥，我真的是被陷害的，是有人硬撒给我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东家，昨夜守染房的2个伙计都来了，他们亲眼看见沈夫人翻过后院院墙，这帕子是她遗落在染缸边的，绣着闺名。侯爷要是认不出这绣样，大可以拿回侯府和沈夫人日常用的帕子比对，总不会错。侯爷，此事涉及德妃娘娘的生辰吉符，按例当交内务府处置，您看？是本侯之家不严，姑姑放心，本侯必会给德妃娘娘、给天一阁一个交代。侯爷慢走，下次侯府的人再敢私闯天一阁，动皇家供断，我可不会再给侯爷留面子。你这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就这么放他们走了？急什么？刚有伙计来报，宫里的大太监带着圣旨，已经到天一阁门口了。圣旨到，天一阁东家接旨。东家，这是正式的册封旨意，咱们天一阁这回真的站稳了。恭喜东家，往后您就是正经的皇商，连侯爷见了都得按规矩礼让3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一阁所供云锦工艺精湛，德妃生辰吉符堪当典范，特进天一阁为正7品，皇家织造。4. 鎏金匾额1方，特许专营内宫供断，涉案供断、损毁一案，交由内务府会同天一阁共同彻查。钦此。草民遵旨，谢主隆恩。燕青哥哥，你信我，我真的是被江叔害，他故意设套引我钻，就是想毁了我。侯爷，天一阁的东家来了，说要见您。侯爷，我今日来，一是要讨供断损毁的公账，2是要算算5年侯府欠我的那笔私账。这不是老夫人当年的紫檀盒吗？我以为跟着您一起被江家扣了。和离前我就偷偷带出来了，藏在这儿半年，就等今天。朱雀大街那间铺面，我娘10年前就买下来了，之前一直对外租着，3日后直接挂招牌就行，不用跟任何人报备。还有江南的货，有掌柜跟了我娘20年，漕运的路子比侯府还熟，绝不会出问题。老夫人要是知道您把产业守得这么好，肯定安心了。搜遍了半个京城都找不到人，一群废物！所有绣坊、绸缎庄都搜过了，没有指尖带剑兰的年轻妇人。江家那边也没消息。燕青哥哥别气，说不定姐姐早就出城了。毕竟她一个弱女子，哪敢留在京城跟侯府作对呀？叫你们东家滚出来！我们侯府要订20匹上等云锦，还有沈姑娘的12套4季衣裳，3日内必须送到侯府。耽误了侯爷的事儿，拆了你们这破铺子！实在对不住王管事，天一阁的规矩，所有订单按先后顺序排，侯府的单子最快也要排到半个月后。您要是等不及，还是另寻别家吧。老东西，你敢耍我！侯府的单子你也敢推？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东家，要不要我下去把这群人扔出去？急什么？贺礼快到了。德妃娘娘有旨，赏天一阁东家鎏金百宝线庄严一具云锦100匹，贺天一阁开业大吉。接下来该轮到顾燕青经。我们东家特意吩咐，这礼得沈夫人亲手。毕竟是夫人费心给天一阁送的开业贺礼，总得礼尚回来。燕青哥哥，我没有，是他栽赃我。德妃娘娘懿旨到，天一阁所献凤凰宫装精巧绝伦，皇上与本宫甚生喜爱，今特封天一阁为大夏皇家织造。
所有内宫贡段均由其承办，钦此。草民遵旨，谢娘娘恩典。哦，对了，我们东家还有句话，往后侯府要定绸缎，按规矩递帖子排队，不然天一阁概不接待。小姐，成了！皇家织造的封号拿到了。刚才李默派人回来说，顾燕群和沈云瑶的脸都黑得像锅底。知道了，接下来按计划安排染坊招工的事。东家，镇北侯顾燕青闯进来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侯府何时欠过你半分财物？公账是沈夫人损毁30匹贡缎，按市价每匹1000两，合计3万两，再加延误德妃吉服的罚银2万两，共计5万两。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设套害我，我根本没碰过你的破染缸。4个手染旁的伙计亲眼看到你昨夜翻墙进去，帕子是你遗落在染缸边的，瓷瓶上的指纹也对得上。要不要我把人证带到内务府，当着德妃娘娘的面对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燕青哥哥，我是怕他抢走你啊！他都和离了还阴魂不散，我只是想让他的天一阁开不下去而已啊！抢？侯爷当初和离的时候，不是说我一文不值，求着我拿了休书滚吗？我犯得上抢一个我早就不要的东西？公账算完了，现在来算私账。5年前我嫁入侯府带来的12串嫁妆，被你拿去填补军中粮饷亏空，这笔账也该清算。侯爷，急报！蛮族破了雁门关，前锋已经离京城不到300里了。滚去偏院待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燕青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都是为了你啊！侯爷的家务事可以稍后再理，边关的事耽误不得。5年前你拿我12船嫁妆填的军饷，折算成现在的粮价，刚好是8万镇粮，够边关10几万粮食撑1个月。你到底想说什么？天一阁南下采买的粮队，昨天刚到顺利港，装的全是1等1的精米白面，算上装卸的时间，3日内就能把8万镇粮运到雁门关城下。你别信他，他就是想故意害你。军粮是能随便开玩笑的吗？他一个女商人哪来这么多粮？这是德妃娘娘亲自批的粮运通关文牒，要不要我现在叫顺天府的人来验真假？粮我可以发，但是有个条件。你要什么条件？燕青哥哥，你不能答应他，他就是故意折辱你，折辱侯府啊！拖去偏院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出来。燕青哥哥，你不能这样对我。第一，沈云瑶3日内亲自去内务府认罪，贡缎损毁案的所有罪责由他一力承担，不得攀扯旁人。第二，侯府上月扣下的30匹云锦、500斤靛蓝染料，明日日落前全数送到天一阁。第三，从今往后，镇北侯府上下人等不得踏入天一阁半步。侯爷，户部侍郎夫人带了10几车礼登门，说要求见天一阁江东家，要订2000匹冬装面料给宫中女眷做秋衣，还要带京中一众命妇捐3000石军粮给边关。半个时辰，侯府给不出答复，这8万战粮我就捐给城外逃荒的难民了。江东家真是大义呀！天一阁不愧是商界秀。江东家可算出来了，这是2000匹冬装的定金，还有3000担军粮的凭条，你点点。命妇们有心了，冬装3日后即可提货，军粮我会让人直接送去兵部大营。江东家，我们公府也订1000匹云锦，额外捐2000担粮，您看能不能插个队？侯爷，长风关急报，军粮最多撑3日，冬衣缺口3万套，蛮族昼夜攻城，将士们快扛不住了。宫里的补给呢？户部说库粮要留着守京城，半粒都不肯拨。东家，按县刚传的消息，长风关的守将是当年救过老夫人的李将军，现在已经带伤守城3天了。回阁后，把库里存的3万匹防水棉布、2000石陈粮先点出来。东家，您是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北侯顾燕青即刻率部驰援长风关，3日内筹齐3万套冬衣、5万斛军粮，于其按遗物军机论处，钦此。备马去天一阁。江东家，
这批药材是我压了3年的老货，您要是全收，我给您算70%价，就是得现银结账。我那边还等着凑钱给老家的人避灾呢。周叔，把今日收的户部侍郎府和英国公府的定金先支给孙老板，剩下的缺口拿我司库里的鎏金装缠定。东家，那定金是开春晋升司的本钱，您那鎏金装男是老夫人留给您的嫁妆啊。边关将士连动带伤守着城门，我们开春的新布做出来，给谁穿？站住！什么人？我去看看。人跑了，只留下这个。东家，镇北侯带着人闯进来了。我要3万套冬衣，5万扇军粮，还有你刚收的那批外伤药材，价钱你开。侯爷忘了之前的约定，侯府的人不准踏足天一阁半步，暗卫刚走，正主就到，这是要明抢。你提的3个条件我都办妥了。沈云瑶已经禁足在听雪院，3日后会亲自到顺天府认罪。江东家，您答应我的现银可不能变啊！我老家遭了灾，一家老小还等着钱逃难呢。我可以给你这批物资，但有个条件。你说，只要我能办到？这批物资是天一阁以民间商户的名义捐给边关守军，所有捐赠文书上只能落天一阁的印，和镇北侯府和你顾衍清没有半分关系。急报！长风关破，李将军战死，蛮族前锋距荆州只剩300里。侯爷，蛮族烧杀抢掠，直奔京城，沿途百姓死伤无数，请您即刻带兵驰援。传我命令，点齐府中800亲卫，半个时辰后出永定门驰援，敢有拖延者，军法处置。3万套冬衣，5万担粮，全部外伤药材，2个时辰后全部备好，分漕运、陆路双线押送。你要的东西我给，但之前的条件绝不动变。我半个时辰前就通知了各个仓库的伙计连夜装车，沿途的标队和漕运船都打点好了，绝对不会出半分纰漏。江东家，那批药材我先给您垫上，等打完仗再结账。我老家就在北边，总不能让蛮族闯进来刨我祖坟，祸害乡亲。你不必谢我，这批物资是天一阁捐给边关将士和逃难百姓的，和镇北侯府没有半分关系，更不是给你顾衍清正战功的筹码，别自作多情。你带20个好手，暗中跟着押送队，务必把物资毫发无损送到前线。谁敢动这批货，格杀勿论。属下遵命。走。夫人，您消消气，侯爷只是一时被外面的事乱了心神，等打了胜仗回来，肯定还是最疼您的。夫人，天一阁押送物资的路线抄到了，陆路那队后天卯时过落凤坡，漕运的走永定河下游。好啊，我还没找他算账，他倒是敢踩着我和侯府的脸面去边关卖好，真以为捐了点破布粮食就能骑到我头上？夫人不可，侯爷临走前特意吩咐过，谁敢动天一阁的物资，格杀勿连。咱们要是真动了对方怎么好？蠢货！他现在心里眼里全是那个贱人，等他拿着江叔送的物资打了胜仗，第一个回来羞的就是我。落凤坡是陆路押送队的必经之路，你带50个弟兄埋伏在那儿，把所有物资烧得一干二净，人一个不留。就说是蛮族散兵干的，事成之后我再给你2倍的赏钱，还保你在京郊谋个守备的位置。夫人放心，落凤坡那地方路窄林密，他们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东家，3万套冬衣和5万绉粮已经全部装车完毕，药材也分绑好了，标队都在码头和城门口等着，随时可以出发。陆路标队加派2倍人手，多带响箭和火折子。路过落凤坡的时候不要停，快速通过。东家是觉得这条路线有问题？沈云瑶要是会眼睁睁看着这批物资顺顺利利送到边关，那就不是他了。等头车进了弯道就动手，先上马再烧车，一个活口都别留。我们东家早料到有人要搞鬼，特意让我们留了20车空粮袋当诱饵。沈氏给你的那点银子，够你买棺材吗？东家猜的没错，沈云瑶果然派了人埋伏落凤坡，人全拿下了，8列也绑了，送顺天府，人证物证都齐，这回他赖不掉。怎么回事？江小姐，
侯爷在长风关被蛮族重兵围困，身中毒箭，军医说撑不过3个时辰。他说宁愿死也不求你，但属下实在没办法了。东家，当初何离时你亲口说过生死不相见，他顾堰城的死活和咱们天一有8万钱关系。侯爷撑不过3个时辰，蛮族围了3道防线，只有你手里的德妃潼关文族能做后山密豆送药。江小姐，我给您磕1辈子头。求我有什么用？我不过是个被侯府扫地出门的弃妇，手里这点家业，犯得着搭进去救一个仇人？东家，你可别犯糊涂，这批药材和应急军粮是备给京畿难民和边军的储备，你要是拿出来走密道闯防区，咱们天一阁近半年的利润全得砸进去不说，押队的人也得冒死啊！我没说要救他，我要救的是长风关里5万守关的将士，还有关后10几万手无寸铁的百姓。传我命令，所有外伤药材全部装车，走后山密道加急送长风关。另外调20乘军粮跟队，中枢你亲自押队，3个时辰内必须出发。东家，那可是咱们攒了大半年的家底呀！顾燕青死了不要紧，长风关破了，蛮族骑兵踏进来，整个京城的百姓都得陪葬。夫人，不好了！顺天府的差役闯到前院，说要拿您去问话。东家，这节骨眼顺天府的人过来，铁定是沈云瑶搞的鬼，想扣住您耽误送药材的时间。江小姐，属下去把人挡回去，绝不能耽误时辰。不必，沈云瑶既然敢花3000两买同顺天府尹，告我私通蛮族劫杀官差，我总该给他备份回礼。江小姐，差役已经闯到前厅了，您快从密道躲躲吧，晚了就来不及了。躲？我要是躲了，你家夫人的3000两雪花银，不就打了水漂？我不知道你在什么。落凤坡的8连已经全招了，你家夫人买通山匪劫杀军需的证据，我半个时辰前就递去了宫里。今天顺天府的人要抓的不是我，是你和你家那位蛇蝎心肠的夫人。冤枉！冤枉！装车按原计划进行，我亲自押队走后山密道，顺天府的事理莫会处理，3个时辰后必须出城。江小姐，您亲自去。边关现在遍地都是蛮族散兵，太危险了。我不去，怎么亲眼看看某些人傲慢了一辈子，命悬一线时的狼狈模样？奉旨查抄沈氏党羽，闲杂人等立刻避让。东家，张衡的牵兵刚往城门方向去了，怕是要守着城门扣我们的人。不用走城门，我带30人扛药材，走侧门密道直接去帅帐。中枢带剩下的人守粮车，见我信号再开仓放粮。东家放心，谁敢动粮车，我们直接拿德妃的令牌压他。将军，天一阁的粮队到了，不是从关道来的，是从后山密道钻出来的，已经到帅帐门口了。什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张副将这么急着给侯爷灌药，是怕他活着看见你通敌的证据？你胡说！你个蛮族细作，敢闯帅帐！来人，把他拿下！你敢动他一下试试？侯爷，你怎么醒了？你以为你和沈云瑶买通山匪劫杀军需，私通蛮族的安扎使，能瞒得住谁？报！蛮族3万大军开始攻城了！所有人分2队，一队守密道入口护物资，一队跟我清人。不必分兵，中枢带2个人守密道，其余人跟我去角楼。沈云瑶留下的尾巴，今天得一次性割干净。东家，您不能去，太危险了。你要是出事，这批物资谁牵头送到边关？我不去，怎么亲手把沈云瑶通敌的证据甩到张衡脸上？忘了，他可是沈云瑶的远房表哥。这关要是过不了，到了长风关也是死。是张衡的私业，这些死士是张衡派来的，他要劫杀我们，断侯爷和长风关的活路，倒是省了我找证据的功夫。回东家，死士全清了，密道入口和物资车都完好，没人受伤。即刻出发，2个时辰内必须出京。我倒要看看张衡敢不敢当着5万守关将士的面，把送粮送药的人当细作斩了。等江叔的队伍到了，就说他们是蛮族细宗乔庄送的毒粮，直接扣下烧了。这碗药给侯爷灌下去，就说他毒发身亡，
以后这长风关就是我们的天下。张衡通敌的罪证，我已经抄骚刑部和兵部，按大夏军律，通敌者斩立决，即刻押去辕门示众，以正军心。侯爷饶命，我是被沈云瑶逼的。侯爷毒还没清，别乱动。真死了，我这3万套冬衣5万弹粮可就打了水漂。你个来路不明的商贾妇人，敢私闯帅帐质押副将，定是蛮族派来的细作！放肆！江东家是我请来的援军，手中持有德妃令牌，押送的粮草冬衣已全数入关，谁敢再胡言乱语，按扰乱军法处置，斩！东家，粮车都安顿进官仓了，冬衣也清点完毕，随时可以给弟兄们发下去。报！蛮族的冲城锤砸穿了西城门的瓮城，守军快顶不住了。钟叔，你带20个熟悉火油配比的伙计，把进了桐油的棉絮捆上碎石，往冲城锤的方向扔。火一烧，他们没法近身。放心，东家，我这就去安排，顺便让伙夫把姜茶熬上，给手上的弟兄们送过去。你带200刀盾兵守在瓮城缺口后，用进了水的厚棉被挡箭，撑到我安排的巨马装完就行。末将得令。阿叔，这5年是我对不住你，侯爷不必多礼，我是天一阁东家，送粮来是为了大夏的边关将士，不是为了和你叙旧。我知道你还恨我，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侯爷江东家，经理800里急件，沈云瑶买通了3个御史，联名弹劾江东家私通蛮族，皇上下旨要索拿江东家回宫受审。属下奉刑部令，捉拿劫杀军需的沈氏党羽沈云瑶、春桃一干人等。敢问哪位是江东家？人就在这儿。沈云瑶现居镇北侯府听雪院，供状人证还有他买通山匪的私印印件，我都已整理成册。各位只管拿人。我是侯府的人，你们不能抓我，侯爷不会放过你们的。沈云瑶通敌劫杀军需，罪证确凿，陛下已经下旨宣了他的诰命。镇北侯府现在都在被问话，自身难保，还护得住你？东家，所有药材、军粮还有棉甲都装车完毕，密道出口的护卫也都安排妥当了。属下愿为江小姐开路，这条命豁出去也保您和物资平安到长风关。只是有一事禀报，长风关副将张衡是沈云瑶的远房表哥，您到了之后务必防着他。如此事闯院，我倒要看看谁敢在长风关拿我的人。侯爷别急，沈云瑶这点把戏，我早在河离那天就防着了。您说的是，方才沈张衡是他全招了。沈云瑶不仅买通他通敌劫粮，还早在河离时就买上顺天府事业，改了和离书条款，想吞掉您名下所有产业。这次弹劾就是要把您困死在京里，好顺理成章占了产业。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养了这么个毒妇在身边。我早就把沈云瑶买通御史篡改文书的证据递去了德妃娘娘。这道索拿旨意是明面上做给沈云瑶看，实则是召我回京当堂对质，坐实他的罪名。不行，沈云瑶在京里布了天罗地网，你回去太危险。末将奉旨，请江东家回宫受审。边关交给你守，等我回来，咱们再慢慢算侯府欠我的所有旧账。东家，经理刚传的密信，沈云瑶绑了阿玲，扣了咱们在南城的3个染坊，放话要您带着天一阁所有地契和江南制造密章去城妖换，不然就杀了阿玲，烧了所有供端染缸。来得正好，省得我挨个找上门。我还没找他算桃花粉毁供端、买通山匪劫军需的账，他倒先送上门了。把我背着的那盒假地契拿过来，他要什么，我给他什么。侯爷，京中密报，沈云瑶在城郊布了300死士，等江东家回京的车队一到就劫人，不光要地契，还要江东家的命。点300轻骑，换常府走后山密道，快马加鞭比禁军早3个时辰到京郊。那长风关的防务，
李副将守得住，沈云瑶敢动江疏一根头发，我踏平整个沈氏九族，给他陪葬。江东家，前面有来路不明的人马截路，人数是我们的2倍。江姐姐，我等你好久了，把密账和地切交出来，我就放阿玲一条活路。好啊，我带来，就看你有没有命拿。东西我带来了，先放了我天一阁的人。江姐姐果然爽快，先把盒子扔过来，我验过真假，自然放人。你要的假地契和我默写的假密账都在里面，真的半本密账我早刻进脑子里了。你抢这几本废纸有什么用？什么人？奉侯爷令，捉拿通敌犯沈云鸟，抗拒者格杀勿论。燕青哥哥，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你买通张衡通敌、劫杀军需、绑架人质的证据都在这儿，还有什么好狡辩的？都是你这个贱人！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是侯府夫人了。你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落到今天这个下场，都是咎由自取。侯爷，人犯已经拿下，是否即刻押回京？报！长风关急报，蛮族8万援兵绕过防线，距京城不足100里。侯爷，现在怎么办？京营主力还在300里外，京城只剩2000守军。慌什么？我带300轻骑先回防，你。这是京畿联防的半块虎符，德妃早授我临机调遣之权。你持虎符去城防营调人守西城门。你什么时候？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我脑子记得不止密账，还有京郊16处隘口的布防图。中书已经带天一阁的青壮伙计守在染房粮库，5万担粮、3万套冬衣和药材，半个时辰就能运到城门。天一阁竟然提前备了这么多物资。沈云瑶能提前和蛮族私通消息，我自然也能提前布防。等退了敌，我给你一个交代。先保住京城再说，欠我的账，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你们做梦！蛮族的先锋半个时辰就能到，你们就算有物资也守不住。守不守个住，你就在天牢里睁大眼睛看着。禁军跟我截住先锋，留2个人押沈云瑶回京，关入天牢，不得有误。末将领命。东家，蛮族前锋冲得太急，我们要不要分派人手过去帮侯爷？不用，顾燕青带的都是边关精锐，拦半个时辰足够了。我们走，去天一阁拉物资，通知中书让青壮伙计守好各处隘口，按原定布防走。蛮族退了，沈云瑶定了罪，侯爷不去做你的镇国大将军位置，跑到我天一阁来做什么？我把侯府的印镜和所有地契都带来了，和离书我已经重新签好。当初你带走的嫁妆，我补了3倍力放在里面。还有，这5年我一直带着它，就等你肯原谅我的那天。我说过，侯府欠我的，我要一笔一笔算清楚。顾侯爷，天一阁离了侯府5年也一样做得好好的，我不缺这些地契阴身。我知道我错了，从前是我猪油蒙心，分不清好坏，让你受了这么多年委屈。你要是还气，你罚我，让我做什么都好，我只想留在你身边，慢慢补我的错。东家，今年的烟雨清宫段提前10天织完了。德妃娘娘差人送了鎏金掐丝珐琅的装金当上司，说下半年宫宴所有命妇的宫装全交给咱们天一阁。按老规矩备回礼，多添2匹最新的云纹锦给娘娘。进来。后院的梨花开了，我摘了枝开的最盛的。上个月的染房账对完了。对完了。你记在脑子里的那半本江南织造密账的数，我都和老掌柜核对过，分毫不差。之前说侯府欠我的账，你这3个月没日没夜在染房做工，抵得差不多了。那剩下的亏欠，我用1辈子还，行不行？